大家好，今天吃了晚饭以后才出来骑行啊，因为天气太好，太有吸引力了。现在呢，我骑向 Edmonds 这条街，看今天能不能骑一条新路啊。到 SkyTrain 的轰鸣声啊，就这条街呢，我很少骑行。但这边呢，你看，也是有很多的绿地，这是一个大公园。一上来呢，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啊，爬了很长的一段坡。原来这个马路边上是有一条行人道的，还是骑到行人道上比较安全。
南比这边呢，就是上坡下坡，骑车还是有点辛苦。来了温哥华还不到2个礼拜啊，在那个大楼的楼梯间里面已经见到了不少邻居，有同一层的，也有不同楼层的。大家见了面呢，都会打招呼，一般呢，也就是打个招呼，问个好而已。但也有一些邻居呢很热情啊，都会聊天。今天我同一楼层的一对夫妻，但我不知道是他们本地人还是哪里来的移民，但他们讲了一口很地道的英文。他们手上拿了一个古董的大的镜子啊，有一个很漂亮的框镶的。结果呢，我们站在电梯口啊，就以这个大的镜子为主题做了一番交流啊。我这个半桶水的英文有限的单词，结果还能聊到一块儿，结果还真是讲到了他们这个镜子啊从何而来。现在他们要把它送到他妹妹家去，因为他妹妹的房子比较大，需要这么一个大镜子作为一种装饰。有时候想到这边的人呢，真的最起码表面上都很亲切，大家呢就会闲聊，当然不会涉及什么隐私，也不会探听你从哪里来等等，这些话题呢一概避免。就这种轻松的聊天呢，其实我觉得说明这边的社区邻里之间啊，大家这种关系还是非常的温和，我觉得还是很棒的一种体验。右侧呢是我一位小亲戚曾经读过的高中啊，我记得有一年还来送他上学过。当然他已经长大了，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学几年级的学生了。就有时候会觉得，你看这种学校，它就跟普通的住宅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周围并没有任何商业，更没有什么辅导功课的教育机构等等，它就纯粹是一个学校。
街角呢就会这样的卖花的花店啊，感觉也挺有意思的。喂。马路对面呢就是一个社区的体育，应该是一个体育场吧，应该有一个社区中心在这里啊。这一路上过来呢，经过学校，经过社区中心，也有就是我刚刚经过的右侧的教会啊。就这块地方呢，应该是南本拿比 （South Burnaby）。你看啊，这边很多的房子啊，都已经经过了几手的业主。你看左侧这些房子，应该都是重新翻建过的，很漂亮。有时候就这样骑着单车在这种普通的街区随意的逛逛，看看新旧不一的房子。有时候会路过一些社区中心、社区花园，还有一些其他的生活的场景啊，就会对这个国家老百姓的生活呢多一份了解。这边呢还有不少操场，好像是学校
孩子们专用的一些训练的场地。右侧呢是一个小学，所以刚刚的操场呢都是它附属的一些运动场。你看这些小学都建得非常的低调啊。前面这条马路呢就是 Boundary， 过了 Boundary 呢就是 Vancouver 了。现在我骑过 Boundary， 来到了温哥华市的一个社区，就非常幽静的一个社区，应该也是一个老社区啊。我看这些房子都有些年头了，它的外墙、它的屋顶全部是用木头来建的，这是一种比较老式的 style。那这里面呢其实很美的。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恬静的社区。哦，现在没有路可去了吗？在一处居民区边上呢，就是一条森林的骑行道啊。看这边很多小松鼠。这就是一个森林公园啊。看这些房子啊，都是在森林里面。哇，这种环境啊，绝对是超自然。而且你看这些树啊，树根已经把这个路面都顶得不像样了。平时你要走路的话，真是走不到这里啊。我看了一些码表，已经差不多5.5公里。这样的距离呢，你如果从住所走过来，我估计也不大可能。
就借着这个单车这么随意的转转，我觉得刚刚好。你看啊，这边呢就已经到了这大马路上了。就跟我想象的一样啊，在一个社区的中心，他们就会建很多这种矮层的，姑且把它说成廉租房这样的房子。这个地方呢，虽然也没有什么商业，但是呢，却有很多活动的场所，去社区中心也非常的近。这个是这边的一种传统，也是对弱势群体的一种照顾、倾斜吧。我看到这边呢，在这个社区里头啊，也有一些小店啊，就过来看一看，都是一些理发美容店、咖啡店，还有洗衣服的店，当然也有餐馆，也有一个 market， 叫 village market， 在他们村里的一个小商场，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。正对着呢，就是社区的一个活动场所，应该就在社区活动中心边上。非常平和、安静的社区，但这里面非常大啊。但我只是吃完饭闲逛一下而已，就不到里面去深入了。温哥华这边的城市开发呢，还是以一个一个点啊，比方 Major Town， 比方说 Ranwood， 比方说 Oakridge， 大概就是以原有的那些有着大的 shopping mall 的地方，慢慢的发展成一片高密度的社区，那又辅以像这边的轨道系统 SkyTrain 的车站，所以呢，就慢慢的就发展成一个一个的商业中心，当然也是住宅中心，但是大部分的老社区呢，就像眼前看到这些，都被保留了下来，而且我相信呢，会保留很多很多年。就这才是加拿大人真正喜欢的生活啊。
可能呢已经是吃了晚饭的时候了，这个街上的行人，这个行驶的车辆呢都比较少了，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路上骑行呢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感觉啊。左侧呢有一些这种 townhouse， 应该说也不是那种超大的房子，但是呢面对着巨大的花园绿地，这个住宅环境应该是非常不错的。右侧呢是巨大的草坪，应该又是一个社区中心之类的活动场地。前面呢已经是东49街了，从这边呢应该可以去到美球烫。这条49街呢，也是一条温哥华的东西干道啊。我记得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办事，走的就是这条道，然后一直呢可以开到西区，去到 Cambie Street， 也可以去到 Orchard Street， 就这条道很长的。前方呢又回到了 Boundary， 经过 Boundary 呢又回到本拉比。
49街过了邦顿呢，就变成 Imperial 这条街了。马路的左侧呢，就是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。但已经连续去了好几回了啊！今天我就路过下雨，现在我就顺着这条 Imperial 呢，直接骑回去了。又经过了这边的花店啊，你看啊，这边还是有不少的花。
现在呢，又回到了 SkyTrain 的边上啊，来骑行了。傍晚时分啊，这条 SkyTrain 边上的步道，今天骑行道人特别多，可能都是住在附近的人吧。我的对面呢就是 Royal Oak Station 啊，还有一个站就可以回到家了。已经骑了10公里有余了，饭后一个相当不错的健身骑行。看有汽车，还有踩着旱冰鞋的。刚刚那个小朋友啊，其实我在另外一条马路上骑行的时候，刚才遇到过他。现在这条马路上又遇见了他，看来他也骑了一大圈了。真是这边体育锻炼从小开始，这个传统非常好。我看我的相机呢，已经完成了2段拍摄了。因为这个360相机呢，每过29分钟，它就会自动停止，重新开始新的一段的拍摄。
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已经将近过了1个小时，但今天骑行的速度还是比较慢啊，因为这个坡实在太大了。到现在为止呢，只骑了不到12公里的路，但我觉得饭后啊，就是消消食，消耗一些能量啊，这点距离应该是刚刚好。现在呢，我就向住所的方向骑过去，相信要不了1-2公里就到家了。在这样就是骑行道上慢慢的骑行，感觉真的相当不错，因为仿佛你就跟周围的环境啊融为了一体。你可以看到这些散步的人们的表情都非常平静安详，你看到快速通过那些骑车的年轻人都非常的强壮，真的个个都比我骑得快啊。再看到这个夕阳底下，其实现在已经是8点有余了，依然还是像黄昏一样，而且气温呢非常适合骑行。就这样的气候啊，就总是想多把握一些这样的机会，不放弃任何一次可以外出骑行的这种机会啊。因为没过几天呢，我又将告别温哥华，前往加拿大的另外一个城市。好了，前方呢就到我的住所了。那在这边呢就结束今天饭后的骑行，非常愉快的一次骑行啊，分享给大家，谢谢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